如果我每公里再快2秒，我6公里就进20了。现在我写的跑步经济性是，大家都看过《猫和老鼠》，就汤姆和杰瑞那个跑步，他就没有这个损失比，或者是非常小。佳明把他这个数据从这个感觉变成了一个至少可以量化的东西，并且量化的这个单位名称呢，我们能看懂。就是软的鞋、硬的鞋，在这些上我也觉得能看出差别。哎，小伙伴们，看怎么样？看佳明最新的 Forerunner 970，还有 HRM 600的心率带，我拿到了这个叫做日光纱的配色。那我们就看一看，时隔2年，从2023年的波士顿带的是 Forerunner 955，到现在的 Forerunner 970，看看970怎么样。其实从2014年、15年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可能第一块跑步手表很多都是佳明，我也是，我是2015年的夏天买的第一块，那时候是 Phoenix 3，买的还是蓝宝石屏幕的那个版本。哎，我们第一次开机，这是我第一次看 AMOLED 屏幕的佳明哦。好，第一次使用，我们先在手机上配对，直接打开手表的配对模式，这样就搜到。确认两边的代码是一样的，配对，允许接收通知 OK， 设置已完成。哦，我已经收到了 Garmin 的邮件，设置我的睡眠时间差不多，允许完全访问日历，允许访问位置，即将完成，立即同步，完成，为手表设置密码。看我的手表设置完以后，已经收到手机刚才那封邮件的通知了。现在我在更新手表的固件，大家买到这种电子产品就可更新固件的，收到以后都第一时间更新固件。这次的这个 HRM 600的心率带是他们新出的产品，这个心率带终于是充电的模式了。我以前佳明有好多心率带，我从最早的那个刚支持第一代动态数据的心率带就有，那时候都是换9口电池，虽然它有那个防水胶圈，但是最后基本都是防水出现问题就坏掉了，用了1-2年之后，这还是挺不错。而且他从这代心率带开始，朋友特意提醒我说，看我比较在意那个步速损失的数据，说那个数据一定要在安全模式下配对。这安全模式大家别误会成 Windows 那安全模式，它就是一个安全的蓝牙连接模式。你们激活心率带以后，这绿灯会闪，代表它现在的模式。你看1、2、3闪了3次，3次是代表开放连接，就是普通的连接。然后双击这个键，它就切换模式，就闪2次，闪2次就是它的那个安全蓝牙连接。用这个配对手表才能获得那个步速损失那个数据。现在在这个模式下，我们先用手机的 Connect 去添加它。想让它进入配对模式是长按这个键，长按4秒。好。这个紫色的灯，这紫粉色的灯吧，开始闪烁了。然后我们添加设备，它应该能搜到，看搜到了 HRM 600。而且它这个是这样，就是你拿安全蓝牙连到了设备，这时候呢，你再切它的模式，这个连接是不会被改变的。你看我又收到了邮件，你激活了 HRM 600，而且这个 HRM 600现在有些运动可以不用手表，只靠它来记录。并且记录的时候，手机也不用一直在它边上，它都是过后同步，就跟最早佳明那个游泳那个心率带，就是你游完以后，它在上传数据，就在跟手机在下载数据。正在发送软件更新，它这是自动的。看下边我们把它跟手表配对，好，搜索到了处于配对模式的 HRM 600。心率带已连接，这儿确认连接方式是安全的 BLE， 就是安全蓝牙。虽然因为跨国快递的时间我拿到的稍微晚几天，但是我会快马加鞭的测一测。这次它出的这个跑步耐受度、跑步经济性还有步速损失，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步速损失和跑步经济性。跑步经济性据它的说明所说要带着它跑几次，我们等一等。但是步速损失的话，用它一次应该就能够测得。所以明天就是这一套，我们看看我的步速损失到底是什么样。怎么样？看完刚才的开箱，已经好几天过去了，这几天一直密集的在用这一套在训练。我已经等不及到明天的强度课了。今天是周3，但是我们这周因为下雨，强度课挪到明天了。明天咱们6公里阈值之后，再继续跟大家讲，在这部节目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咱们先看这几天的训练数据，跟大家聊一聊新的一系列的跑步动态的这一块我是怎么看的，还有分享一下我的数据。我开启一下录屏。现在看屏幕上
从6月6号我拿到这块表，下午第一次轻松的7公里跑，然后之后第二天就是周六，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我们就跑了一个15公里的强度，你们看到是3公里的热身，15公里的集体跑和4.1公里的冷身回家，然后第二天是一个7.2公里的轻松跑，因为第二天是休息日，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周期了，这个周期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也是一个半马，都是轻松跑，今天15公里都是轻松跑。佳明的系统里给我已经统计出了我的跑步经济性是在前天训练完之后才出现的，因为它不是你跑完第一天就会有，它应该让你跑2次才会有。现在我写的跑步经济性是188，优秀，它这个数是越小越优秀，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优秀的评价是您的跑步效能极佳，可与众多精英运动员相媲美。在此水平上，针对您的跑步类型进行专门精准的训练，将最有效的提升您的跑步效能和整体表现。然后关于这个跑步经济性的它的官方说明，这我就不一一读了啊。就我是优秀，如果在184以下是精英水平。但是这一块呢，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一会儿咱们结合后面的数据咱们再说。然后我们就看看这几天的跑步的数据。行，咱们就先跳过第一天那个轻松跑。第一天那轻松跑我是在测试这个设备，所以很多数据可能不太有参考性。我们就看第二天。第二天早上起来的3公里热身，我跑的其实挺快的，因为那天节目大家也看到了，我也差点迟到。3公里平均配速4分13，心率153。我们直接看到统计数据，那天穿的鞋是惊叹3 Turbo， 平均步频205，最高步频217，步幅1.17米，垂直振幅比平均6.2，平均垂直振幅7.4，左右平衡是50.3， 49.7，触地时间193毫秒，平均步速损失9.4厘米每秒，平均步速损失比2.34%。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感觉，为什么我会这次特别期待去看到我的平均步速损失和步速损失比。佳明这次这个数据，它的单位名称的制定就特别的有亲和力，这是真心话，我觉得。因为它写，你看平均步速损失是9.4厘米每秒，它其实这个呢是它这个步速损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的脚从你脚落地到你脚抬地这段时间，你前进的速度损失了多少？因为我们跑步是如果细分到每一步的话是，比方说我的 Y 轴是速度，然后 X 轴是时间，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落地的时候速度会慢的，在空中的时候是你蹬地是一个加速过程，然后呢你身体向前离地腾空，然后保持这个速度，可能有风的阻力，然后你在落地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刹车效应。它这个9.4厘米每秒就说的是这个刹车效应平均到你整个的运动中给你带来的速度损失9.4厘米每秒。这个呢还没有下一个东西直观，下一个东西叫平均步速损失百分比是 2.34%。 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次跑动中有 2.34% 的速度损失在了落地和蹬地上。那这就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大家都看过猫和老鼠，就汤姆和杰瑞那个跑步，它就没有这个损失比，或者是非常小，因为它那都风火轮都转起来了。你要是一个能做到完全没有滑动摩擦的轮子，那也没有这个东西，它就完全往前滚，没有能量损失，就没有这方面能量损失。所以轮子骑自行车就比跑步要觉得省劲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测试那天下午我轻松跑的时候故意调整一下的话，这个比例就到了 6%。 那你这么想 6% 跟 2.34%， 那差距就很大了。如果你这个东西一测，哇，我怎么夸张点说啊，20%，那你就有1/5的这速度都损失掉了。我觉得20%不一定很夸张，因为我见过很多大跳着跑的，就他每一步都跟跳一样，这个就不行了。就跟为什么说我们普通人说你想3级跳，想跳进那沙坑都很难呢？就是你做不到，你这一跳，你有时候蹬得越使劲，你可能这一步越大，反而呢你落地的这个刹车效应越高。然后我们就看这一次15公里吧，这次15公里是整个这一周期最有强度的一次。15公里平均配速3分56，平均心率162，跑了59分02秒。然后这一次的15公里呢是这样的，就是
你们看配速就能知道，看配速的曲线，最后的1公里是有一个高强度的加速的，但是因为只有1/15，所以对平均数据影响应该不会太大。我们还是直接看跑步动态这一块，平均步频208，最高步频223，平均步幅1.23米，平均垂直振幅比5.9，平均垂直振幅7.5厘米，左右平衡50.2、49.8，触地时间181毫秒，步速损失9厘米每秒，平均步速损失比2.11%。我现在把刚才那个3公里和这15公里这2个数放在屏幕两边，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其实我在提高速度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可以提高步幅。但是你看我的最高步频变高了，说明最后冲刺的时候步幅达到了极限，我只能靠提高步频，所以我的绝对速度的上限会比较低，我应该再努力去提高步幅，这是我对通过步幅步频还有对应的配速对我的分析。那咱们接着看这个步速损失，步速损失依旧是9厘米每秒，这两个其实相差无几，这在误差范围内，但是步速损失比变低了，就是我其实更等于我前进的那个速度更快了。这是这2次数据的比较。下边我说一下我对这些数据的观点。首先，步频肯定不是越高越好。我们在提速的时候，如果提的是步幅而不是步频，说明你这个运动员的潜力会更大，能力会更强。我其实是个能力不强的人，所以我会在提速的时候被动的步频增加。那就有小伙伴问，我想主动提步频，我想主动提步幅，这个我明确告诉您不可能，除非您诚心跳着跑，它都是人体自然的反应。你最后那15公里冲刺跟着田中先生冲到3分20的配速，说句不好听，累得跟，对吧？那你还能想着说我是倒的慢一点还是步子大一点？你要能想步子大一点，步子就能大一点的话，就不至于那么慢了，对不对？讲道理吧。所以这些是不可控的。然后就是绝对值是不用看的，比方说垂直振幅的那个厘米数，那个不用看，要看的是垂直振幅和前进的比。这个垂直和前进的这个比越低，显然是越好的，因为它有一个前进的这个变量权重在里面。这个步速损失也是这样，绝对的那个步速损失几厘米每秒那个看起来挺唬人的，比方说我9厘米每秒，有一个人来了说，哎，我是20厘米每秒，不一定他比我慢，因为他有可能是大步幅的优秀选手，他本身的基数就大。但是我猜因为我没有数据，我不知道佳明发了这以后他有没有这些优秀运动员的数据，我特别期待佳明能够在这运动员授权的情况下，可以不透露名字的情况下把这些数据公布一下，这样我们大家就能知道说，哎，这个到底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不好。我只能跟大家猜。我觉得优秀的竞走运动员他的这个绝对值和比例应该都很小，但是他显然没有跑步运动员快，没有跑着的人快，这是我的观点。所以我猜，你看在同样配速下，田中先生应该是要跟我比啊，他的那个步速损失的绝对值和比例，我猜应该都会比我大。我猜是应该都会比我大的。但是呢，同样速度下他比我轻松，因为他的步幅大，他有力量。再提速的时候，提到那个我追不上的速度的时候，比方说到最后他可能提到2分40多冲刺，他要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到2分40，这我就怎么都追不上了，因为我倒不了那么快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巨高的步频，可能瞬间能冲到230，那我的每一步的损失和整个的比例我应该是小的，但是我没有它快。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它不太适合完全技术方式不同的2个人横向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就是我今天跑起来觉得那么不顺。或者还有一个思路，我那天第一天轻松跑穿的是一双没有碳板的鞋，是那个 Adidas 9。哎，后来这次15公里穿的是惊叹3 Turbo， 我明天应该再去试试这布鲁克斯那个龙卷风4 PB， 就软的鞋硬的鞋，在这些上我也觉得能看出差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些软弹，这些硬弹，这些韧弹，它其实是个感觉。就像我说，有时候这软弹的鞋并不一定差，因为呢，它虽然牺牲了一些刚性，让你觉得这个脚跟地变黏了，但是它推你这一下呢，劲儿又大。硬弹的鞋呢，也不一定就很清脆，有时候你可能踩不动它，这就是可能很多人也说它是一个感觉。而佳明把它这个数据从这个感觉变成了一个至少可以量化的东西，并且量化的这个单位名称呢，我们能看懂，就是这是我的观点。至于其他的，比方说像触地时间和这个左右平衡这些，我觉得就完全不用太管，这
尤其是左右平衡，很多人很在意。但是我可以这么跟您说，如果日常生活中别人不是出于礼貌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人跟您说你是不是有点长短腿，就完全不用管。成年人活到这时候，两条腿肯定都是力量不均衡，并且可能有的人甚至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长的。你想用一两次的跑步，一两年的跑步纠正您，比方纠正我快40年的生活，很有难度，很有难度，丢掉幻想。说完这些，咱们说说这块表其他的，简单说一下，咱们就去明天的早训练的画面。这块表首先说这个心率胸大，刚才说这些数据就必须得有这个 HRM600才行。心率胸带佩戴舒不舒服呢？我觉得就我个人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最早开始跑步，2015年买的 Phoenix 3，那时候就是胸带，那时候没有合适的臂带，所以我习惯了。如果您现在从头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可能会要适应一下，但是我觉得 OK， 我愿意为了这个数据去用它。而且这个心率胸带是可以同时连三个设备的，通过蓝牙，也就是说，不管我是这边佳明这边苹果，还是这边佳明这边高驰，这两个手表都可以同时通过它获得心率数据，那其实也就可以了。我不需要Pace Pro 臂带高驰的，然后970加胸带，我就 Pace Pro 970和一个胸带也可以完成双持的双平台的数据去记录。但是未来我可能会轮换着带，因为这两个平台都能互相的同步数据的，当然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所以这个东西舒不舒适，我觉得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做成就是在必须要戴成胸带的情况下，它的设计是很舒适的，就是戴起来。而且这代的心率带已经不是换电池的了，所以挺好的。然后其他的数据，至于说轨迹 GPS 准不准，甚至说有人说时间准不准，这些其实不在我的担忧范围之内。就现在所有的双频 GPS 都没问题。完全都没问题，不管是佳明、高驰还是 Apple Watch， 只要是双频的 GPS， 如果您是单频的普通的 Apple Watch 的话，开了蜂窝数据也没问题，这个不在讨论范围之内，是准确的。我只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默认设置对手表对跑步的默认设置是没有开那个 3D 配速和 3D 距离的。这名字顾名思义就是 3D 嘛，就是比方你上了一个坡，然后你上了一个坡呢，比方说这坡是地面就是垂直投影的距离是400米，然后这坡顶呢是300米，然后这斜坡就是500米。但是如果你不开这个 3D 距离呢，手表记录了您跑的是400米，但是其实你跑了500米。但是所有的比赛都是量都是按500米去量。原来在北京的时候我也没开，那时候不管是佳明高驰双持还是佳明和 Apple Watch 双持，我都没看出问题来，都一样。到这儿以后，我那天跑那7公里，跑完以后高驰7.1几，然后呢佳明7.0几，我说这怎么回事？而且越跑这个差越多，我担心，我说谁不准呢？但是说应该都准呀。然后我就对了一遍轨迹地图的轨迹，拿那个数据看，也严丝合缝，几乎有一点点误差，不至于那么多。后来我突然反应过来了，大坂坡太多了。我那天爬升是30多米，下降也是30多米，从我们家到大本城，就这一个来回就60多米，正好弥补了它那个距离。后来我就把那个 3D 那开了就好了。但是这个开呢，可能我个人认为有利有弊。它之所以默认是关的，肯定有它的道理。就是有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多数手表其实都是更多依赖气压计来判断你的爬升和下降。如果这个东西不准，那可能影响你最后的数据，而这个东西不准的可能性要比 GPS 不准的可能性大。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开呢？因为不准也就是比方说这次爬升应该是55米，结果手表记成了50米，或者记成了60米，最多记成70米，就差10几米。如果你不开呢，就像那天我那7公里，你差的反而多，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开。然后就是收到这个手表以后还要开什么呢？把默认的这些变掉呢，就是首先我会把亮度开到最大。我觉得这屏幕大家都喜欢用看着亮，不差那一点电，除非您去超马或者您去这超级越野。然后呢，就是那个数据记录的精度从智能改成每秒，然后把卫星系统变成最费电那一档，你就不用管别的，就是双频多星座，还是不管它叫什么，最费电那一档。然后我也问过高驰的小伙伴，他们的虽然他那手表里没有那个3D 距离和配速的选项，但是他默认是考虑高低的。
它默认是这样做的，苹果应该默认也是这样做的。佳明给了你一个开关，所以记得要开。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给它弄上，其他的就 OK 了。然后还有一个开关要开，就是默认它不记录温度。你们注意看这一天我那节目右下角有那实时的温度了，是手表记的，那个默认是不开的。我猜它不开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手腕想记环境温度其实有难度，因为会受人体的影响。所以我你们看我那很正常，是因为我已经跑出去很久了。我刚从家出来起跑的时候，那个温度是虚高的，但是这没办法，就是手腕记确实是有难度，心率带它也记不了。最有可能记得相对准的就是 POD， 而且还得别斜上别腰上也不太行。这个就期待未来的科技的进步就好。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一个对数码产品毫无抵抗力的人，甭管这个数码产品是什么。所以这次能够拿到这个970特别开心。至于这个重量啊什么的这些，我在这周末的会员节目里也说了，结论就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就像当初我买 Apple Watch Ultra 1之前担心它的60克，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只要佩戴舒适就不用担心重量的问题。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其他的可能如果您在中国大陆用的话，跟我的体验可能会有一些区别，就是我在这儿用国际区的账号用不了微信和支付宝，这一点我特别希望佳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微信和支付宝我都是我的中国的实名账号就 OK 了，其实没有太大必要让我的 Connect ID 也是我的中国区账号实名过的，因为它是两套系统，因为苹果也不限制这个。然后另外就是好消息是在国际区我可以用那个 YouTube Music 的那个平台来听歌，这样的话呢，我正好是 YouTube 的那个会员，我就一套就一份钱就把这事儿都干了。而中国区的话就得是 QQ 音乐那些的会员，所以它就是国际区跟中国区有差别。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还有一个小遗憾就是国区的硬件好像除了日本区以外的硬件在这儿也没办法添加西瓜卡，根本没有那选项，在 APP 里也没有那选项，应该是就像当年那个 iPhone 7一样，我这个会员节目里有详细的讲，就是它没有支持日本的 NFC 的那个特殊格式。行吧，那室内的部分就这么多。这几天这几个周期真的有点累，而且拿到它以后兴奋，那天那15公里跑的也挺顶，有点累。明天又是我第4个训练日，6公里的预制，但是我尽力而为吧。咱们看看明天的训练，走。6月12号星期4清晨推迟了一天的周3的大人的早训练跑团合练，今天的课表是6公里阈值。看我的Forerunner 970第一次提醒我，您现在已经25%热适应环境。它这个热适应环境是你要在22摄氏度的气温以上去训练，它就可以，就是可能练几次它就给你推这数据。今天也是佩戴了 HRM600，我们看看今天的新的跑步动态的数据。今天我们6公里阈值穿的是这双布鲁克斯的龙卷风4 PB。今天第4个训练日，而且还是湿度很大，加油干！走。すごい。
6.02公里，平均配速3分21，是不是5公里 PB 了？反正我到5公里的时候 PB 了，对，我到5公里的时候16分44啊，不对，对，16分44 PB 了，对，我实际等效跑量11.7公里，其实跑了6公里，这也是970新的，它最大生产量给我干到了67，可以，5公里也 PB 了，所以5公里的时候16分44啊。我本来5公里的时候想停表的，我不知道藤冈先生跑5公里，我以为他跑6公里，说3分24，结果到5公里的时候他大喊一声，我知道他停了，我心里犹豫了一下，因为我一看表16分44，我也 PB 了，我 PB 了7秒，不容易呢，7秒。然后，但是等我这小私心小黑人战胜小白人的时候，再停表一看，已经是16分52了。我的 PB 是16分51，我说这不行，我赶紧就一摁开始又跑回来的，等于中间停了大概1秒到2秒。我们抓紧看一下数据吧，距离6.02公里，时间20分12，平均配速3分21，平均心率180，最大心率187，训练负荷265，平均步频213，触地时间166毫秒，左平衡左50.3，右49.7。步速损失11.9厘米，步速损失比2.4%。看看，这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步速损失比不一定越低的时候你越快，它总是有这么一个状态。步幅1.4米，垂直振幅7.4，垂直振幅比5.1%。OK， 这条路的累计爬升6米，就最头那一点点。我们快速看一下单圈数据：第1公里3分18，平均心率164；第2公里3分18，平均心率178；第3公里3分18，还是平均心率已经到了183；第4公里3分22，开始有一点点掉了，平均心率184；第5公里3分26，平均心率185；第5公里掉的很明显，就是那掉头回来以后觉得有点泄力，然后最后1公里3分24，平均心率185，可以，行吧。这就是整个这块佳明 Forerunner 970和 HRM 600的一系列，跟大家看看数据，分享我对新数据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挺有参考意义，能让你大概知道跑起来是什么样子，就对人脑子的刺激会比较直接。一会儿和藤冈先生祝贺一下，就结束今天的训练。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在评测这块表的时候，又创造了我的5公里、6公里的 PB，非常开心。咱们下回再见。